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谢谢父亲，也谢谢各位董事对我的支持。这样的结果可真是最好了。恭喜你，龚敖。谢谢李叔叔。沉着稳定，大有作为啊！恭喜了。小欧，恭喜你。之前说的那些话，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之前的事我就不计较了。龚叔叔，我先去忙了。小欧，怎么样？今天这出戏扮演的还行吧？宝刀未老，火力全开。老爸，这次真的要多感谢你，真的救了你。你表现的也很好，不动声色，暗中调兵遣将，是我龚某的儿子。小欧，爸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切难关。爸老了，但爸不糊涂。我知道你有你的未来和梦想，也有你的胆识和能力，但你一定要记住，爸永远支持你。龚欧总裁办公室，谁速度这么快？除了我，还会是谁？早就准备好的。龚大总裁，这一战我和我的手下配合的还可以吗？你和你的手下都是功臣，一定要嘉奖。那这份文件就先请龚总签字。龚欧总裁，嘿，哎，这个新式租家风格不错，你看整体的构成，整个故事的逻辑性发展都不错，就是人物性格和设计差了一点儿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网站挖掘的作者都还不错。哎，小念，要不然我们也往这个网站投下稿吧。龚欧当总裁了，你看，天哪，他真厉害！哎，我以前光觉得他霸道，没想到这下他成了真正的霸道总裁。这下两种人格合体，就是名副其实的霸道总裁。霸道总裁，哎，我给他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开门不好玩，我帮你回复的。哎，丸子你给我呀，我就为了感谢。龚总好。完了，你快点撤回！哎呦，实在是撤不了了。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没什么。丸子，像龚欧这么自恋的人，看到这肯定以为我对他有什么企图呢。哎呀，你还我清白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就干脆从了龚欧吧。我觉得他也挺好，我这就去给你办家长。怎么没什么？你看你脸都红了。告诉你青子姐，我保证帮你保密。秘密无可奉告。我脸哪儿红了？听题了。
医生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也上去休息了。回去休息，赶紧休息吧。公公回来了。恭喜你当上了总裁。没什么。小老板，手机拉回去了。啊，去吧。我困了，我先休息一下。我也困了，我要休息了。你给我一段时光，留下来想念，记忆中刻下模样，不带走遗忘。你就像一轮太阳，耀眼的光芒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，每一次双手紧扣，心墙也照亮，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，你是我的手机。手机。我手机没电了。没电了。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曾辗转难眠的长夜，领悟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晚安。晚安。你给我一段时光，留下来想念，记忆中刻下模样，不带走遗忘。你就像一轮太阳，耀眼的光芒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填满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曾辗转难眠的长夜，临摹未来的图画，绘本我们从今以后一别两宽，梦想。这是我妹夫。爱你是一个小小麻烦，挑战自己内心的容量。我看着你，求上天再赐我力量，教会我成长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填满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难眠的长夜，临摹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太可怕了！我怎么会一直在想这个女人？这个石小年是不是给我蛋炒饭里下毒了？怎么眼里全是她呀？谁呀？石小念，你再不出来做饭，我就找备用钥匙把门打开，不管你穿没穿衣服啊。我捅。
干什么？让我装你女朋友，哪有对自己女朋友这么百般威胁的？少废话，赶紧做饭去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要吃新菜式。哎，谁给你做什么新菜式？石小姐应该在厨房做饭呢，你先去客厅等会儿。做饭啊？你还真把我们漫画乡当牛做马呀？那没办法，谁让我们小老板好这口。大总裁在吗？就在客厅呢。那我还是去小念房间等吧。怎么了？你之前不挺喜欢我们小老板的？喜欢呀，我现在也喜欢。花痴。花痴怎么了？你做的饭呢，只有蛋炒饭勉强能吃。以后就这样，1、3、5的午饭和2、4、6的晚饭，我只吃蛋炒饭。周末如果你想休息的话，可以省精力，早上做1次，一次吃1天。公，我有事儿要说。说。我觉得我应该走了。之前留下来是给你做人证，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像厨娘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回去画我的漫画了，不应该再赖在你家。说完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行李也收拾的差不多了，需要米生帮我搬一下家。那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明天早上我有几家杂志社的专访，米生在公司有事情去不了，你陪我去。什么专访啊？我不是刚才刚说完我要走了吗？刚才是刚才，我刚刚答应你了，你不是还没走吗？啊？现在我反悔了，你正好处于失业状态，明天你有一份新的工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还有蛋炒饭吗？没了。哦，对了，下一次啊，蛋炒饭可以多做点。上次我假扮你的男朋友，现在你是不是也该实现你自己的承诺了？去学点甜品。我再问一下，我要陪你去做专访，是以什么身份？是你公司的员工，还是你助理啊？女朋友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还有这层身份呢？我爸妈那里说清了吗？穆千初那里你还要解释吗？所以为什么不能假扮我女朋友啊？好。你想当真的？我还没吃完呢。小妮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去找龚涛，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俩聊什么了？快说给我听听。就说什么杂志专访的事儿。杂志专访？什么杂志专访啊？小丸子，你看看你，你不八卦会死吗？会。哎呀，我就是关心你一下嘛，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公欧说要去做杂志专访，非得让我陪他去。那，你要是陪他去的话，以什么身份呢？你又不是他的保姆。别提这个身份了。哎呀，完了，石小念，你说你啊，先是给他当小厨娘，现在又给他当小跟班，你一介未来漫画的新秀，马上就要追落成他的小保姆了。算了，公欧刚当上总裁，就当他是我朋友，我够哥们儿，帮帮他。小念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龚欧了？你说什么呢，丸子？我死也不会喜欢他呢。以女人的第六感和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觉得有可能。死了，丸子，我是个八卦。你好。你好，龚总，我是主持人朱一黎，很开心见到你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内容，你可以先了解一下。
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对，我觉得这个问题能够拉近你跟读者的距离。龚总，你随便说说。没什么类型是我喜欢。这个还是这个？不用了。龚总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们现场应该会有更合适的。我觉得不如……好，没关系，我觉得随意点挺好的。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开始。好，首先请问一下龚总，你觉得在你生命中对你影响力最大的人是谁？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应该都明白。在我的生命中，对我影响力最深的当然是我的哥哥龚宇，因为恩义这家公司呢，就是我和他一起联手创办的，所以我想他在我的生命中有着不可磨灭的。龚总，龚总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整理一下衣服，你继续吧。那我们接着来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觉得龚总平时的状态保持得很不错。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样的运动？打篮球。篮球。还有呢？没了。我和千初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，非要说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，其实我也说不清楚。哎，你也喜欢他啊？还挺奇怪的，莫名其妙就火了。现在男男女女的粉丝一大把一大把的。上个月啊，还伤了内封，现在连我们主编都让我们去排他后面的档期拍封面呢。那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好的，谢谢龚总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这样。好。谢谢。哎，龚总，能拍张照吗？不是内页访谈吗？啊，采访配图啊。再说了，您长这么帅，对吧？不配张图多可惜啊。走吧。好嘞，来，请。龚总，咱们能不能摆一个成功人士非常霸气的那种姿势？哎，好，就是这 pose 啊！来，龚总啊，咱们这个表情能不能再 open 一点，阳光一点吧？啊，阳光一点。哎，好，非常好。哎，你们龚总是不是脸上面部肌肉有问题啊？要不是我去找这些出版社，这简直就是在毁他的形象啊！唉，他也已经很努力了。新一代总裁恩义总裁公欧的满信号专访，咱们刨除封面不说，还是看看内容吧。小问题 TOP 10，生命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哥哥。心情不好怎么办？去雪地里站一会儿就好了。我去，这都是什么诡异的爱好呀？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奇奇怪怪的。什么是奇奇怪怪的？他这个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他能不能认真点回答问题啊？我哪个问题回答的不认真了？哎，小老板，你看这眼神，深邃，有内涵，真棒。那你倒是说说啊，什么是奇奇怪怪的女生？这个问题确实是我随便回答的，反正也不重要。什么叫从小就相爱啊？这只是你妹妹自己的说辞而已，别人可不一定这么认为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在去之前就看到那本杂志了，本来以为你看不到的，结果看你当时的反应，显然不太正常。他在说什么呀？他在嘲讽我。
要不就是安慰我。不，我想多了，还是在嘲讽。哎，我还是拿走吧。你们想？哎，啊，他们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已经看不懂了。这个世界，男人都很神秘，女人都很暴躁。你在说谁呢？嗯。大家今天辛苦了，下班以后吃火锅，我请。5分钟之后，所有人到大会议室集合，开会。好累呀。哇，不错哎。干嘛？不给你看。这么小气干嘛呀？给我看看都不行啊！这可是商业机密，我们的翻身制作，未来的黑马新星。能给你看吗？你可拉倒吧，就这么几张破纸，还商业机密，估计这价值连我们小老板一个项目的1/20都没有吧？还说我花痴？我看你才是你们大老板的忠实粉丝吧？那个，我们小念跟你们老板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。就挺好的呀，挺好的是有多好的呀？说详细点儿啊。就是特别好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小老板对别的女孩子这样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天有一个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嘿，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说半道啊？你前几天怎么了？我这是个秘密，怎么能轻易告诉你呢？哎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哎，你看他，完了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聊天儿。在聊天儿，对吧？哎，那我就先走了，石小姐，你多劝劝你这个朋友，让他别这么暴力。当心以后嫁不出去。你们俩有点可疑呀。屁，谁跟他可疑？倒是你啊，你得有点可疑啊。我怎么了？哎，上次你给公公发了那个么么哒以后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呀？没有。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呀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，我就每天给他做饭。那两个人总得有单独相处的时候吧？那倒是有，但是好像都在吵架。你刚刚孙女说什么了？我错了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八卦了。我真的有像你说的那样，对石小念跟对其他人不一样吗？有。啊，还
还是没有呢？我在问你。哎，不过前一阵子好像来了一个跟他青梅竹马的女孩。什么人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？女2号出现了。什么女2号？论排位，人家也是女1号，好吗？我排都排不上，我顶多是个道具。哎，你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喜欢石小念？你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喜欢石小念？有钱人的品味可是很别致的，王子呢就喜欢灰姑娘，怪盗基德就喜欢中森青子，有钱人的原子都只是利用一下而已。所以你要对自己有自信，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。丸子，你什么时候对我有这么大的信心啊？我现在还创造作品，我一点灵感都没有。这个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特别棒，你知道吗，石小念？我现在就去联系出版社，着手把你这个推出去。只要你投入感情，加油画好它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。投入感情啊，我能勉强保住我的小命就不错了。你可以的，相信自己，石小念啊，加油！你要是不喜欢石小姐，你为什么让我停止对她调查？还不是打心底开始信任她吗？你把人家调查个底朝天，调查结果就是从石小念一出生就跟我哥没有交集。我这个时候不让你停止调查，难不成让你继续浪费我的精力和财力吗？丸子，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画手画的。哎呀，这风格还真不一般。是啊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叫石小念。陈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比你之前呀给我看的那些好玩多了。现在市场上啊，就需要这种有点轻喜剧风格的题材。太好了，我也觉得他这次有进步啊。陈姐，那你们社有没有兴趣出版啊？哦，我们石小念不光人长得漂亮，画画画得特别好，还经验从来不多稿，绝对能打造成一个漫画少女新星。丸子啊，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，我肯定二话不说就签了。但是现在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之前公司的那个黄世仁，他要封杀石小念，不让他再出版作品了。什么？人家人脉广，资历深，就你那个小画室，人家凭什么帮他呀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不用石小念的名字出版。但是费用还是给他，好歹先让他赚个定金，先有个过渡嘛，你说啦？陈姐，谢谢你。但是最近小念经历太多事儿了，我不想让她的作品也被抢走。我心里有分寸，我会看着办的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怎么找个人到现在还没消息啊？小姐，我现在马上出去找他。快去快去！小姐，人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继续找啊！好，那我也先去找了。OK， 好了，来换场。来，下一个镜头了，红袜子出来换衣服来。服装老师换衣服。喂，上次让你准备好的风度影视收购报告，现在发给我吧。真不好意思，石小姐，这份报告要经过穆总同意，我才能拿给您看。穆总？哪个穆总啊？穆雪副总裁。不就一份报告吗？还让我亲自去拿？
你这助理怎么当的呀？干拿钱不干活的呀？真不好意思，石小姐，我烦死了！就一份报告，还得让我亲自去要啊！顺着来做了。哎，难道是顺时针、逆时针的问题吗？放了糖，还挺好喝的。喂，小念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没干嘛。你不是今天去见了那个出版社的姐姐吗？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我把咱们的漫画给她看了，她说她特别喜欢，说画风比以前进步不少，题材也很受欢迎。嗯，真的？真的。可惜的是，跟他们已有的项目风格已经重合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个姐姐的资源特别多，说可以帮我们推荐。你等我多跑几家，看看哪家给我们的待遇最优，再做选择啊。他能认可我们的漫画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谢谢你啊，丸子，这么辛苦，我都没帮上什么忙。你好好画画，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，姑奶奶。还有另外一家出版社约我先挂了啊。我去哪儿找另外一家出版社嘛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谁呀？啊，大上午坐在这儿晒太阳呢？你怎么了你？你怎么样？你跟我说说，你让我开心开心。你走开，不用你管。你不用陪你们家龚大总裁吗？你怎么来这儿了呀？嗨，这不石小姐让我出来买点东西吗？我这人很忙啊，我不像有些人还有空在这晒着太阳哭鼻子。你说话就非得这么难听吗？不哭了，没意思。那我走了啊。唉，看你这么难过，这个送给你吧。不用谢，你比我更需要这个。上了年纪的女人呢，一般多巴胺分泌不足，容易情绪低落。巧克力有助于多巴胺分泌。你上，你才是老女人。你需要双倍。拜拜。这是恩义股权变更的详细资料，我整理好了，放着吧。今天石迪小姐跟我要风度的收购报告，没您的批准我不能给，结果石小姐很生气。她说什么了？她说我光拿工资不干活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石小姐好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大明星百忙之中来我们墓室做客。学姐，
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叔叔说把风度影视收购的事情交给我和千初，前期的报告还在你这儿。您助理说要经过您同意才能给我看，所以我就特地跑一趟。风度影视的事情前期是我负责，还没到转交给千初的时候。即使要，也是千初来要。石小姐未免也太心急了吧？千初来要跟我来要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就像这幕事，迟早是要交给千初手里的。我来要这份报告，也是情理之中的。那请石小姐下次再来吧，我让助理整理好了，恭候你。那最好麻烦穆总亲自给我送一趟吧，毕竟我的时间也很宝贵。你放心，到时候一定会送你一份满意的报告。吃饭啦，老石啊！来了。哎呀，千初啊，我们家小蝶知道，我们这儿做菜就有个特点，做什么什么烈，你千万别介意啊。不会。不过这个是完整的，你吃一个。还有这个菜啊，是我跟他爸爸早晨特意去为你买的，还有这个鱼，妈。别夹了啊，你慢慢吃啊，多吃点啊。千初啊，阿姨知道你最近工作特别忙，我们家小蝶呢，拍戏的通告也特别多。但是我认为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咱们不能耽误生活了。你们俩的事儿，放心吧，阿姨，我能安排好工作跟生活，不会让小弟受委屈的。这个小亭子还挺特别的。对啊，千初，你不记得了？我们小时候总来啊。你说爸妈也真是的，跟他们说了好多次，让他们换一个新房子，就是不换，就是喜欢这个老小区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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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我跟着保姆阿姨出来，她去找朋友，我找不到她。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呢。你这样吧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回家送完东西就回来陪你。那你一定要回来啊！嗯。千初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。你也知道，那几年为了治病都躺在医院里，各种各样的药也吃了不少。总觉得很多事情都发生过，但又记得很模糊。好啦，别想了。但我总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。两个人的记忆应该是一样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两个以后都会在一起，会有很多新的记忆，以前的就当做是一场梦吧。千初，之前我跟你说的，就是妈。不好意思。喂，什么事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行，我马上过来。
怎么了？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得过去一下。你先回家吧。这么着急啊？不能明天吗？我姐资金上出了一点问题，现在董事们揪住不放，我得去看看。那我送你。